我比可来，他拿来完了。知道缅军不能打，但没想到这么不能打。自德昂军指责缅军破坏停火协议，连同曼德勒等地人民保卫军发起第二轮1027行动以来，短短3天时间，已经攻占了曼德勒到腊戌沿线的角梅和瑙丘主城区，拔除了缅军至少30个据点，只有城外少数几个缅军营地仍在坚守。与此同时，摩古、西卜、梅缪、马德亚的战事也在同步进行。如不出意外，按德昂联军目前的攻势，摩古也很快将被拿下。这是网上德昂军出名的大胡子旅长让被俘虏的缅军军官劝降缅军的画面。德昂联军还在角梅和平山缴获了1辆缅军应对无人机的干扰车，被打得措手不及的缅军随后多次出动战机对德昂联军的据点进行了大规模空袭，才稳住了局势。目前缅军方派出大量增援部队试图重新夺回角梅和瑙丘，摩古方面也派出增援部队抵达，双方正在激战。同时，缅军在腊戌和梅缪宣布紧急状态，调集了大量部队进驻，包括2个月前应兵役法征召的第一批刚训练完毕的新兵，并要求24小时戒备，随时做好战斗，还禁止军官、士兵及家属离开军营。而德昂军也已经分兵去攻打梅缪。假如梅缪再被联军攻下，那缅军东北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腊戌到缅甸第2大城曼德勒之间的所有重要城池都会在联军控制之下，腊戌将直接沦为一座孤城。梅缪也称兵乌伦，历来是缅甸旅游避暑胜地，同时也是缅甸国防学院、国防技术大学所在地。缅军总司令敏昂莱曾在国防学院就读，并加入陆军第88轻步兵师，成为东北军区司令，一步步走向缅甸权力巅峰。这2个学院不只是大学，也是缅军坚固的堡垒，因此缅军必然会死守，正在加装无人机干扰设备。另据缅甸相关媒体报道，由于德昂联军与缅军在北善邦战斗激烈，曼德勒到腊戌方向的交通全部中断，客车只能折返，大量地区民众被困。一名瑙丘镇的百姓称，由于镇西面在爆发战事，瑙丘镇内的政府部门、人民医院、气象局、消防局、警局等已经被联军控制，缅军部队向火车站区和市场区进行了炮击，民众不知道要逃去哪里，全部被困在镇上，看样子只能往北面山林里跑了。腊戌、梅缪等地百姓也在出逃。因缅北的激烈战事，曼德勒公路方向的缅军检查站也加强了检查力度，很多逃难民众都不让过，说是怕逃难民众中有联军混进来。一名司机称，从曼德勒发出的部分客车只能从梅缪折返，而从木姐发出的车也只能从西部折返，有些赶走的车就从孟崖那边走，之前能走的路段因为战事大部分都走不了了，虽然还有些可以走的路段，但是安全没有保障。后续如果战事继续激烈，地区内粮食会出现困难，价格也要上涨。缅军方为了控制粮价，在仰光等地逮捕了一批大米企业高管和批发商，然而效果却适得其反，很多超市直接下架了大米销售，加上缅币持续贬值，下缅甸百姓都出现了粮食危机。而作为缅军最高指挥官的敏昂莱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他对缅甸全国的革命态势一筹莫展之际，缅军的后院也着火了。据仰光媒体此前报道，敏昂莱武装中部军区司令基凯近期因密谋兵变推翻敏昂莱政权被逮捕，一同被捕的还有其手下1名上校及多名退役军官。报道称，中部军区司令基凯召集了其手下多名心腹及一些退役军官，在曼德勒皇城举行了一次会议，并在此次会议中密谋策划在内比都兵变夺权，推翻敏昂莱。此前在曼德勒中部军区司令部控制区域内曾发生了检查站士兵枪杀高僧事件。自敏昂莱在缅北遭遇失败后，敏昂莱对部分军区指挥官表现出了极度不信任，为此还专门安插心腹在这些指挥官身边，以便时刻监视他们。中部军区司令基凯才会在秘密会议后暴露被捕。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缅军方内部众叛亲离的现状，敏昂莱真的是大势已去。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德昂军发起对缅军战斗，已经正式宣布恢复1027行动的旗号，称此次战斗是1027行动的延续。这也表明德昂军的行动是得到3兄弟联盟的另外2家的首肯的。目前若开军夺取了若开邦大部，而果敢同盟军再往腊戌、木邦等地调兵，如果德昂方面出现困难，另外2家绝不会坐视不理。目前果敢同盟军不直接宣战，并不代表没有牵制作用，反而对果敢的百姓是一种安全保护。相信在关键节点一定会有动作。缅北局势将如何演变，本频道将持续关注，下期再会。